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咱们来自制牛肉汉堡，纯牛肉制作，鲜嫩多汁，吃起来嘎嘎香。优质的蛋白加碳水，妈妈再也不会说这是垃圾食品了。尤其是这个肉饼啊，做法简单又好吃，自己做啊比点外卖送来的都快。学会了，再也不用出去买着吃了。那咱们先来做肉饼吧，稍后再分享怎样做汉堡的面包。做肉饼其实非常的简单啊，比做包子馒头还简单。主要的材料就是洋葱和牛肉。首先把200克的洋葱用料理棒打一下，牛肉馅是1000克啊。买肉的时候可以让商家免费的搅成肉馅，牛肉可以用稍微带点肥肉的，比如20%的肥肉和80%的瘦肉这种。那洋葱打碎之后就倒在牛肉里，再加点盐，不用太多，就1小勺，也就3克。再加点胡椒粉，也不用太多，随便加点就行。但是要注意，黑胡椒粉里面有的是有盐的，咱们要用这种不含盐的，就加这3种就行。因为肉饼做好了之后，吃的时候还要再放一些酱料嘛，所以这一步就简单的放点盐和胡椒粉，放入佐料，抓拌均匀，肉饼就做好了，是不是特别的简单？可能有的朋友会问，这样能好吃吗？相信我啊，绝对的好吃。其实就和咱们这边吃火锅的道理一样，牛羊肉也是简单的处理一下就下锅了，之后再根据自己的口味，比如我喜欢吃油碟，他喜欢吃麻酱，根据自己的口味再单独选择蘸料，但是肉一定要鲜。那买牛肉的时候建议去菜市场买鲜牛肉，网购来的牛肉很多都是冷冻的，一旦没有挑好，买回来的冷冻肉含水量会比较大，搅成肉馅之后会特别的湿，煎的时候会一直出水。本来挺大的一个肉饼，煎熟了之后只有原来1半的大小了，并且煎的时候还很容易散开。那把肉馅和材料抓拌均匀之后，分出来的肉团在左右手上这样摔一摔，不用太长时间，1分钟左右吧，这样能更好的让肉馅粘在一起。1000克的牛肉和200克的洋葱正好能分成8个，每个150克。那分好之后，准备几张烘焙用的硅油纸，再找一个直径10公分左右的圆形模具，如果没有，可以用一个大桶的可乐瓶子自己裁剪一个，感觉好吃，以后想经常做，可以再买上一个专用做肉饼的工具。那每个肉饼下面垫上一张硅油纸，稍微用点力按压成肉饼之后叠起来，放在冰箱冷冻储存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稍微一解冻，放在平底锅里几分钟就能煎一个肉饼出来，纯牛肉做的啊，味道嘎嘎香。肉饼做好之后就先冷冻上，趁着这个时间咱来分享如何做汉堡的面包。汉堡的面包那就分享一个简单的做法，是300克的高筋面粉里加入3克的酵母粉，简单的搅拌下之后，再加入20克的白砂糖，10克的奶粉，150克的牛奶，一个鸡蛋大约60克，之后把材料搅拌成絮状。汉堡面包不能做太甜，所以只放了20克的糖。把材料搅拌成絮状之后，最后再加入10克的黄油，2克的盐，把材料揉成一个团儿。做面包，尤其是现在天气比较热啊，用到的牛奶、鸡蛋要用凉的，不然咱们在揉面的时候还没有揉好，面团就已经发起来了，做出来的面包就不好了。做这种简单的面包呢，也不需要揉出很细的手模，只需要像视频里这样揉、拉、摔，像做拉面一样揉10多分钟就能揉好。那怎样去判断呢？就是揉到拉起来比较轻松，还不断就算好了。之后就放回到和面盆中盖起来，直接醒发。之前也单独分享过一期比较详细的如何手揉面团来做面包的视频，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。第一次醒发不需要太长的时间，就醒发到5-6分，体积膨胀50%到60%，取出醒发好的面团，直接分成6到8个面剂子。视频里是分了6个，其实分成8个也可以，正好配刚才做的8个肉饼。分好的面剂子再简单的团一下，团好之后可以沾上一点芝麻，因为咱们中国人喜欢吃各种各样的饼，已经习惯了在饼上放一些芝麻提香，所以沾上一点芝麻更符合中国人的口味。面包胚做好以后就可以放入烤箱2发了，烤箱有加湿醒发功能的会更方便，没有的话可以在烤箱里放一盘温水辅助一下。
2次醒发就醒发到体积翻倍取出来，然后把烤箱的温度预热上。拍视频为了做出来更好看啊，做了2种面包，烤的温度都是一样的，把上火预热到180度，下火160度，放在烤箱的偏下层，保证面包在中间，烤15分钟左右。较小的烤箱实际温度受热会更高，建议烤箱每小时升，温度降低5度。面包烤好了，肉饼也做好了，吃的时候可以先把面包放在平底锅里煎一下，平底锅里刷上一点黄油，煎到面包微微上色就行。如果不想做面包啊，可以直接在超市买一袋，只做肉饼的话就更快了啊，半个小时就能吃上了。接下来煎肉饼，同样也是刷上一点黄油。煎肉饼的时候可以再放点黑胡椒粉，如果感觉刚才盐放的少，这个时候可以再放点盐，这些都根据自己的口味灵活调整了。不过比较统一的就是咱们的饮食习惯，很少去吃几分熟的肉，基本都是全熟，大概是一面煎3到4分钟，一共7到8分钟就全熟了。如果是按照我个人的口味，就只加一点黑胡椒粉，把牛肉煎熟之后再放上一片芝士，芝士吃起来微微有一点咸，就不放盐了。面包上挤点沙拉酱或者是番茄酱，然后2个肉饼夹在一起。至于里面加不加酸黄瓜，放不放西红柿，这些菜我不太喜欢，就不放了。一个汉堡加半斤多的牛肉，绝对能吃饱。优质的蛋白加碳水，妈妈再也不会说这是垃圾食品了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